如果你一定想要知道的话，刹那一刀，万象无名，暂且这样称呼他吧。怎么可能？还是算了，装出震惊的样子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。耶，你真是太棒了！我都不知道你的剑技还能做到这种事。通过幻象互换身份，让牙医担当诱饵，而真正的你则在不受防备的情况下对我发起偷袭，完成封锁。很不错呢，没有经过任何沟通就能完成这样的配合，我都有些吃醋了呢。可惜我的注意力始终都在你的身上，只要能避开冻结空间的那一剑，低坠气雷的攻击也就不足为虑。这下子唯一的机会也消失了。呀！刚才的斩击也可以视作一次接触吗？别太惊讶嘛，毕竟鹰的速度真的很快，也只有承担一点风险，我才能准确无误地抓住它。怎么想都很划算呢。终究也只是棋差一招嘛。青石之律者。没错。我怎么觉得你话中有话？得知这个计划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其中的一些环节没有必要，但现在看来，它才是正确的。他？也许是你对自己在数据空间的控制力太过自信了吧？那的确能让你轻松识破我们的伪装，却也让你忽略了另一件事。青石之律者通过幻象欺骗知觉，完成伪装。我的剑技并做不到这种事。在往事乐土中拥有这种能力的，仅有第八神之剑和精神感知型融合战士。精神感知型，这里青石之律者，这场战斗从来不是二人合击，而是以3敌1，须弥芥子。苏，是我。所以，这才是真正的计划。鹰的支援是为了能让你从律者面前将我带离。看来你对现状已有判断，我便不再多做复述了。此方境界正是鹰施展剑技后开辟的空间，在摆脱鹰前往战场后，我便一直在这里，等待青石之律者出现破绽。是威尔威的布置，对吗？在此之前，他为我留下了一道具有3重答案的谜题，而战胜青石之律者的关键正在其中。你觉得往事乐土中有绝对安全的地方吗？我思考过了，面对青石之律者，这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概念。所以不存在的地方，
本身就是谜底。没错，并且是涵盖了3重解答的谜题。正是它将我引向了鹰的所在。它在遇袭后藏身的冻结空间，即是第1重解答，而第2重，那是留待我去履行的职责。若要做到，我也必须像鹰一样，直面死亡。至于最后的第3重，也是最为关键的一重，往事乐土中绝对安全的地方，即是在乐土之中，又不属于乐土的地方，也就是来访者，你的思维。我的思维。原来威尔威的话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征服的权柄，侵蚀之律者的全能无法对我产生作用。如果能将这种特性延展为某种空间，我们就能拥有一片不受敌人干扰的阵地，并以此展开反击。没错。可是要怎么做？这本应由我和阿波尼亚各尽所能，共同完成，但眼下也只能由我一人尽力而为了。维尔威在你的思维中留下了螺旋的刻印，我将以之为信标，再次重现名为 SO1129 的手术。那是创造记忆体的。正如往事乐土落成之初，我会让你的思维同英杰那般，以记忆体，不，以记忆空间的形式在乐土中展开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赢回艾莉西亚。所以，苏，胜利的关键依旧是型号666，对吗？是，一切努力皆是为了夺回他的主导权。若要战胜侵蚀之律者，别无他法。那不管怎么做，结局都只有一种，是吗？来访者，无需在意。正如初见时我所告诉你的，我等只是过去的影子，这方天地也不过是昨日风景的残存。往事俱已消散，逝者亦不复存。既无存在，何谈打扰？若你向艾莉西亚或是伊甸问起，他们也会给出同样的回答。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们了，所以笑一笑吧，这也是他们所希望的。我明白了。SO1129，艾莉西亚说过，那是宛如一边坐云霄飞车，一边用眼睛吃花生的体验。我马上就能知道他是不是在骗我了。我将要见到的他，还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他吗？只要你如此坚信，他便从未离去。坚信吗？恰如每一个记忆体的诞生，在你的记忆空间展开之时，属于你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会全部成为编织世界的纺纱，巨细无遗。所以，去回忆吧，回想与他度过的每一个瞬间，铭记他所带来的每一处改变，用你自己的记忆去铺就通往他的道路。纵使数据已被泯除，但记忆仍会留下不灭的痕迹。将它拿去吧。剩下的2株会由伊甸转交给你。4把钥匙封存着一段共同的往事，那本应由你翻开的一页，如今就让它在你的记忆中再度绽放吧。
当然，你知道我的回答。你知道我的回答。所以，你来到这里唯一的目的，就是被我侵蚀？以你的能力，是否能在千界一城启动的瞬间就察觉到，并加以阻止？这是苏也无法确定的事。但在对足够强大的记忆体进行侵蚀时，就连你，也必须倾注相当程度的精力，甚至会暂时无法维持那种近乎全能的状态。所以，苏对于我的请求，才会是直面死亡。看来，我们赌赢了。有时我真是不能理解你们呢，叶。只不过是想送他离开这里，有必要做出那种试着击败我的样子吗？在已经失手过的情况下，如果我再一次轻而易举地被你接触到，你一定会生出疑心，不是吗？唉，还真是绕了好大一个圈子呢。可是，叶，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明明能够逃脱，偏偏要再一次回到这里，一番苦战，却只是为了让自己牺牲。无妨，这种经历，我早已有过一次了。哦，是因为我第12律者的身份。虽然我和他并非同一存在，但你想通过我来为过去做一个了结？我只是想让你来为我证明一些事，但现在看来，已经没有必要了。证明？先你一步离开这个世界，的确是我的遗憾。抱歉，这么说有些奇怪，忘了他吧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我也能见证你的收梢，自己会不会变得截然不同？完全没有呢。看来在见证了艾莉西亚的离去之后，我的结局也还是没有出现任何改变。但这的确也是他曾对我说过的话。正因为你们从未改变过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大家。来吧，侵蚀之律者，就用你的双手，用我的死亡来证明他才是对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说吧。如果可以，请让我死得更痛苦一些吧。尽你所能，让我感到绝望，感到悔恨，感到孤立无援。这样，我才能知道曾经的自己究竟有多么不称职，才能知道我最后又是如何守住了身为姐姐的骄傲。叶，你还是没能释怀吗？从未，也永不。就算如此，你也要站在这里，拦在我的面前，而不愿意听从自己的内心，继续活下去吗？从未，也永不。